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来讲一下《暴风放送局》第5集的故事。这次依然是小霞主场，因为可达鸭一直不会游泳，所以小霞便向大博士寻求帮助。于是大博士便派小健过来了。小健先是给可达鸭做热身操，之后让可达鸭下水，但可达鸭碰到水就吓得不行，直接逃跑了，像极了当初学游泳的我。小霞很无语，这可是水系道馆啊！要是别人看到可达鸭竟然不会游泳，肯定会质疑自己道馆主的水平的。另外，可达鸭其实并不怕水，只要带着救生圈就会一脸享受。正当大家在想办法如何让可达鸭学会游泳时，一个带着太阳伊布的少女来到华人道馆，她就是之前登场的成都一季中最小的妹妹小樱。小樱第一次看到小健，还以为她是小霞的男朋友呢。小樱和小霞因为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所以有着很多共同的话题。这次小樱前来华人道馆目的，除了聊天之外，就是挑战道馆了，并且她已经有了3枚徽章了。小樱想看一下华人道馆的徽章长啥样子，小霞于是去拿，结果却发现裤腿中的徽章全都没了。不用想，肯定是小霞姐姐到处将徽章送人了。通过与姐姐电话得知蓝色徽章要去定做商那里去领取，而要到达那里需要2天的时间。于是小霞把道馆托付给乔伊小姐，自己和小健他们跑去找徽章的制作商。途中太阳伊布发现一位受伤老爷爷，于是众人将其拖回他家。按照剧情套路，不用想了，这老爷爷就是制作徽章的人了。在得知自己的徽章竟然这么快就没了之后，老爷爷表示很生气，一看你就不知道珍惜徽章，要想拿走可以，必须要通过我的修行才行。理由是只有体会到制作徽章辛苦，才会珍视徽章。小霞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下来。于是魔鬼的修行开始了。凌晨4点，老爷爷就叫醒众人晨跑，然后是劈柴和打铁，接着是一系列精工实习的步骤。作为一个理工科学生，感觉非常亲切。当年精工实习就这么搞的。劳累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次日又是辛苦的锻炼，接着是镀层和打磨。3人终于做出了像样的徽章，但是还有最后一关，那就是要打败老爷爷的大力鳄。小霞本来是想要派出太阳珊瑚的，但可达鸭却又出来搅局了，还刚好在老爷爷面前溺水了，让老爷爷直接表示不合格。为了得到徽章，小霞继续强迫可达鸭学会游泳，但这只死鸭子犟得很，一碰水就跑。没过多久，老爷爷表示徽章被偷了。小樱拿出狩猎凤蝶，让他帮忙找小偷。原来是2个猥琐男，他们确实有点头脑，想要徽章直接去偷制造商的，还打什么道馆？但是这也渐渐说明了他们俩是菜鸟。他们使用的宝梦是风原地区的土狼犬和食人熊，本身就不厉害，还非要攻击可达鸭的头部，结果自然惨遭吊打。可达鸭的强力表现让老爷爷认可了小霞，于是终于将一盒蓝色徽章交给了小霞。回到道馆，小霞和小燕立刻开始对战。小霞这次又是用太阳珊瑚，刚师傅的暴龙不消吗？在等级方面，明显是太阳伊布占据上风，在水中移动速度也很快。即使太阳珊瑚能使用自我再生，但也经受不住太阳伊布强烈的一击，小霞输了。最后，小燕和小霞告别，并表示下一站是去拜访大博士。于是，小燕作为引路人和小燕一起离开，小霞则继续留守华人道馆，直到姐姐们旅游回来。接着，小霞也没闲着，还是继续想让可达鸭学会游泳，但可达鸭还是那副样子，一碰到水就上蹿下跳的。小霞无奈地表示，这样下去要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游泳啊？事实证明，旱鸭子一辈子就是旱鸭子。10多年后的日月篇章，小霞带着可达鸭回归了，但是此时可达鸭还是没有学会游泳，就挺无语的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